快叫阿布出来受死！哎呦，东阳大老爷！哎呀，东阳大老爷，我来晚了，来晚了。嘿嘿嘿嘿。哎，你们竟然敢到东阳老爷的地盘上撒野！来人呐，拿枪！陈真，你这个东阳小人！诸位，哎，看看看看！哎呀，东阳人给金武门下战书了。东阳人下战书啊！战书。怎么回事？他们3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，但其中2个会终生残疾。我要把他们带回医院进一步治疗。多谢了。你还好吧？日本人是很狡猾的，这场比武你要做好冲锋的准备。我并没有说要和他们比武。他们下了战书，而且在实际中报纸上都刊登了。我不会应战。现在精武门最重要的是救陈真和沙燕。看报看报，统统阿布道馆约战精武门，东阳人要打霍元甲了！看报看报，看报看报，霍元甲又捅大娄子，东阳人限期3日接战，不然就必须关闭精武门。来份报纸，给我来一份。霍元甲又捅大娄子，东阳人限期3日接战。霍大侠，您这打不打呀？什么时候打呀？对呀，霍大侠，你有没有把我打赢啊？我听说这东阳人厉害呀。是啊，霍大侠。霍大侠，霍大侠，霍大侠。殷先生，你真是一个奇才啊！怎么做到的？我就说嘛，一个小小的霍元甲，还用得着亚历克斯大帝出手？东阳新晋崛起，好武斗狠的东洋武士在上海滩到处都是，而且还傻得很。请他们喝上几杯酒，再夸上几句，就什么都能做了。诸位，来，龙弟，来，接下来就拜托各位了。阿布道馆的藤原是个有野心的家伙，他对权力和银子都有野心。当然，他更重视日本人的胜利，为此他将不惜一切代价。
我仿佛看到了一场完美的比赛，背后的银子很多很多。怎么样？使了银子，就是见不着当官的。那陈真和沙燕什么时候能放出来？没那么容易。陈真是带头惹事的，据说要判斩首。什么？啊？他们先杀了我们的人，陈真是去报仇的，还要斩首？这衙门是给洋人开的吗？真生，你先稍安勿躁，我再想别的办法。但是当官的怕洋人，这是事实。龙先生，您真是神机妙算啊！麻烦，果然找上霍元甲了。你说他会不会应战呢？骂得这么难听，他要是不应战，那以后还怎么在上海滩混呢？是啊，上海滩面子是最大的腔调，恐怕就这一点他不懂。副大侠来了，副师傅来了，副大侠，副大侠，那是东洋人呐，手下留情，东洋人太可信了。精武门是不是也得发个消息，告诉大伙你们应战？要不然别人还以为你们要当缩头乌龟呢。霍师傅，霍师傅，霍师傅，你说句话呀，霍师傅，霍师傅，霍师傅。师傅，应战吧！弟子愿打先锋。应战吧，师傅！关闭大门，凡我精武弟子，不得对外讨论比武之事，否则逐出精武门。爹，爹，你有事吗？爹，跟东洋人比武的时候，你可得使出绝招，扬我精武门威风，扬我中华威风。这些话是谁教你的？我听门口的人说的。外人的话不可以再学，这几天也不准出门。嗯。你们两个愁眉苦脸干什么呀？是我妹子在牢里，又不是你们的妹子。沙狼大哥说的轻巧，令妹是元甲收的唯一的女弟子，她能不着急吗？几年前，受我农进孙所累，沙燕在火车站刺贼冒险，自那一役之后，与我早已亲如兄妹，我能不着急吗？更何况，我怕沙燕身份暴露，引出应嗣之案。放心吧，我妹子钢筋铁骨，就算死在牢里，也不会出卖元甲。再说，过了今夜，你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你想干什么？砸牢劫狱，咱们是土匪，老本行。只是以后不能留在精武门和元甲一起教徒弟了。来，干一碗！今夜之后，各奔东西，江湖再见。万万不可！这里是上海，衙役警察多有洋枪，砸牢劫狱太危险。哼！自我当土匪那天起，哪日不危险？你兄妹已经更名改姓，不再是土匪，请给元甲3日时间，我一定会救出沙燕和陈真。
累了一天了，回去吧。还是等天黑吧。那么多百姓都聚在精武门前，无言以对呀。比武之事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我现在只思营救弟子，其他一概不想。霍大侠，您到底应不应战呢？大伙儿议论纷纷，都替您着急呢。是啊，霍元甲，你不会当真要做缩头乌龟吧？对呀，霍元甲，你不会只跟中国人厉害，怕东洋人吧？多谢诸位关爱，元甲无可奉告。霍大侠，霍大侠，师傅。这是什么精武门？东洋人说的对呀，精武门就是骗我们钱财的地方。以后谁也不许把孩子从这儿来习武。霍元甲，你太让我们失望了。霍元甲，师傅，今天已经有人往咱家院子里扔烂菜叶子了。若明天您还不应战，会不会显得咱们精武门太……还有3个弟子跑了，他们说不想跟着精武门丢人，也害怕被东洋人暗算，死了白死。告诉所有精武弟子，来去自由。再给我念一遍。娘，您已经听了2遍了，我要是眼神好，就自己看了。求你再给我念一遍，累着你了。好，我再给娘念一遍。虹口日本阿部道馆战术，自明治以来，我大日本帝国开万里波涛于四方，甲午之役，击败尔清，甲辰再战，大胜俄国，举世无不震恐我之武力。帝国之盛，深赖天皇明睿，国民尚武。大日本剑之术，柔之道，兵器之技，无敌于世界技击之林。今上还有精武门霍元甲，以开创武林新风为谎，骗取贫苦市民之财，实为可笑。而清之国家，早为我大日本手下之败将，而清之国民，更为我大日本脚下之贱物，脑后书衣，诸伪之东亚病夫，丑弱之行姿，尤其可憎。今日不在帝国脚下瑟瑟发抖，仓皇存一性命，却不自量力，挑衅我阿部道馆。今我道馆特下此战书，现霍元甲3日内应战。擂台之上，我大日本武士必扫荡精武门，令尔等如当年北洋水师，抱头鼠窜，覆没全军。你男人说怎么办了吗？这个战术，接还是不接？还没说。不过娘您放心，元甲他最孝顺了，知道您担心，他不会气。好了，我累了，该睡了，你去吧。
听说登有这份战书的报纸卖得很不错，杨章英先生的文笔，这个是谢你的。其实我蛮喜欢我这条小辫子的，猪尾巴可是一头猪身上最像的地方了。相识以来，你一直对我们日本人表达着极大的善意。殷先生，我很想知道你是什么目的？哦，这就是我的目的，藤原先生。除了写文章之外，我还有很多拿手的绝技，随时为你效劳。来上海这几个月，金孙虽四处结交，但还没有什么有权有势的朋友，所以想要营救陈真和沙燕，还得劳驾夫人去求荣先生。我不去。这么难的时候，你不帮我，我是不能去。我知道你身怀6甲，行动不方便，可不是这个原因。那女人最重要的便是贞洁2字。上次是我不对，是我误会你了，可是我已经道过歉了。可我自那日起便发誓，今生不再见荣先生，免得你再次误会。昔日你在牢里，我去求荣先生，那是受你之托，责无旁贷。现在你和荣先生都已经打过交道了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不亲自登门相求，反倒让我一个妇人家出面，荣先生会怎么想？你是说，不是我不帮你，即便我出面，荣先生也绝不会出手相救的，反倒是你亲自出马，就大不一样了。你要知道，荣先生是很看重你的。我倒是真没想到那么多。冤家，越是着急的时候，越要冷静。我把整个报馆都交给了你，为的是在沪上报界占有一席之地。虹口阿部道馆给霍元甲下了战书，是这2天最大的新闻，其他的报纸都竞相刊登了，你为什么不登啊？我在等刊登霍元甲的声明啊。霍元甲的声明，什么意思啊？无论是迎敌还是避战，霍元甲总得有个声明吧。我有把握拿到这个声明的独家，到时候报纸一定会卖得很好。左叔啊，你没有推荐错。哼，这个丫头还挺有脑子。那依你看，霍元甲会不会应战呢？不会。这么肯定？振生最了解师父，他说师父是个大孝子，只要奶奶还活着，他就不可能再与人比武。振生，奶奶，你倒是与精武门很亲近呐。啊，还没有跟荣先生、左叔汇报，我已和刘振生成亲了。啊，荣先生，您看这事儿，哼，放心吧，左叔，霍元甲肯定应战。哦，你又怎么这么肯定？不信，走着瞧。荣先生，精武门霍元甲求见。
听见了吗？怎么样？说来就来了，请。是。荣先生，那我先告退了。不必，你先避一避，听听霍元甲怎么说。一旦他接下了战书，你也好写文章啊。荣先生，霍大侠，哎呦，几个月不见，霍大侠的名声是更响亮了，哈哈，架子也更大了。哎呀，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到寒舍来了？荣先生说的哪里话，一直没来叨扰，还请见谅。坐吧。读书，哎，看茶。是。请，多谢左叔。荣先生，霍元甲嘴笨，尤其不会求人，但今日精武门遭遇难关，还请荣先生出山救我徒儿性命。前2天我就听说衙门抓了你2个徒弟，一个是你以前的仇人，3番5次要杀你的陈真，一个是你唯一的女徒弟，好像多年前你们就暗生情愫，对吧？救哪个？2个都救，还请荣先生仗义出手。哎呀，说起来也没什么大事儿，都是开武馆的，相互踢个场子，再正常不过了。虽说衙门怕洋人，但这次衙门也就是走走过场。那太好了，荣先生，那就请您跟衙门打声招呼，把我的2个徒弟放出来吧。2天前我就打过招呼了，让他们研判。带头闹事的陈真斩，那个女的，好像要流放宁古塔。荣先生，您这是为何呀？还不是为你好。我知道霍大侠胆小怕事，我把你这2个爱惹事的徒弟都帮你收拾了。荣先生，您这是话里有话呀！爱徒入狱，这精武门上上下下都很着急。元甲到底哪里得罪了您？还请您直言。哎呀，其实啊，是我有事相求于你，才找衙门的朋友帮了个忙。荣先生有什么事需要元甲做的，直接吩咐就是，为何要通过衙门呢？要不是衙门把你2个爱徒抓了啊，你能登我荣府的门吗？我也是迫不得已。请问荣先生，到底所为何事？坐。我一直爱惜你是人才，想为我所用，可你志向高远，求而不得，我也再未强求，对吧？眼下日本人下了战书，霍元甲，你想啊，这事儿你怎么办？东洋人的战书，措辞恶毒，辱我中华。元甲本应接战，但慈母年迈，最担心的便是我与人争斗。元甲不敢不孝啊。日本人刚下了战书，你的一个老朋友法国人贝特朗，他就找到了我，商议着要跟我一起承办这场比武。我们把上海最大的场子给包下来，1张票啊，1张票的价格就很高，这可是一笔大买卖。更何况贝特朗给我开了一个盘口，赌的可不小啊。霍师傅，我押你赢。如果你打败了东洋武士，为国人争了光，我荣某所挣的银子与你分成，如何呀？元甲和精武门
也能成为你们赚钱的工具。霍元甲，你不就是个练武的吗？练会了本事又不与人打，还有什么用呢？你，老九，多说无用。这一次我荣某是强人所难了，期限1天。如若明天你不接战书，衙门就斩了陈真，流放那个女的。荣先生，你们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手段来逼迫霍大侠？我要登报，公开你们涉赌局的内幕。你给我闭嘴！别忘了，海上新报是我的，我随时可以让你滚出报馆。娘，爹一夜没回来，他会不会和东洋人比武啊？大人的事儿，你不许问。元甲，你该不会在娘的床前跪了一整夜吧？不想儿元甲想以此求得母亲大人的原谅。儿媳妇来了。哎，来了，来得正好。福娘起来。哎。元甲昨夜几时回来的？不知。甭管他几时回来，我儿元甲从来不睡懒觉。你快帮为娘洗漱，扶我去厅里，我要见我儿子。娘，您想要见元甲，还用得着去客厅啊？我把他叫到您房里来吧。那可不行。今天我和元甲说的是大事儿、正经事儿，你得帮为娘洗漱利落，换上那套准备做寿的衣服。眼睛好得很，娘今天眼前一片亮堂，这心里呀更加亮堂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给娘打水去。给母亲大人请安，请母亲大人吩咐。儿啊，你今天格外精神。娘生你并不足月，刚抱到怀里时都不敢看呢，那小胳膊只有手指头那么粗。真怕你活不下来呀！你年少体弱，
3天2头靠药顶着。你爷爷安慰你爹说，咱们霍家也该出个秀才了，让我们督促你好好读书。那时候霍家已是习武名门，老人家这么说，就是没看上你，觉得你不可能是练武的材料。可也不知道是从哪天起，你背着我们偷偷习武，秀才没当上，霍家却出了一个大侠。娘，儿子到今天都担不起大侠二字。你担得起，戊戌年，我儿霍元甲就是响当当的大侠了。庚子之变，父兄遇难，你一直觉得愧对家里，愧对娘。其实你做的都是光明磊落之事，奸人吕四英才是罪魁祸首。压标山西得了这块匾，大侠二字是受养百姓赠的，千金不换呐。我儿创精武门，广收门徒，名震沪上，如今已是中华武林首屈一指的人物了。娘，这个实不敢当，您老人家还是别说了，让人听见笑话。没人笑话，据我所知，洋人从来未把中国人放在眼里。现在东洋人最厉害的阿布道馆却登报纸挑战于你，这说明什么？难道不证明你是这份儿的？今天是第3天了吧？娘，什么第3天啊？你还想糊弄娘？东洋人的战术，娘看了好几遍，每个字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听你爹说过，东洋武学乃我中华所传，现在反倒如此嚣张跋扈，你能忍？老太太我都忍不下去了。娘，娘，不用扶，我看得见，走得稳。锦孙，老人家，我在。沙大侠在。振声，大有。奶奶，我们在。我都看见了，刚才人声鼎沸，精武弟子都来了吧？在。你们听着，我儿孝顺，他曾答应过我，不再与人比武拼命，所以至今未解东洋人的战术，是我这老太太拖累了精武门呐。娘，元甲，哎，今天东洋人的险期已到，你再不应战，便是认输。霍元甲是大侠，战死沙场可以，认输，祖宗不答应，精武门的弟子们也不答应。娘，儿啊，你跪什么？你是文武全才，快去写一篇好文章贴出去，告诉大伙儿，霍元甲应战，而且必胜，也让振声媳妇儿登到报纸上，
长长咱们中国人的志气，灭灭东洋人的威风。娘，儿遵命。霍元甲赴阿部道馆书，记下战书，自贵于礼，而文恶俱笃，心怀武德之人所不耻。若论武士之道，不在争强斗狠，而在锤炼修为，终至文武贯通，此即精武精神，亦元甲所倡武林新风之主旨也。若比试高低，逞一时之快，元甲俱出拳脚；但恶意辱我中华，欺我民众，虽刀山火海，霍元甲亦无所谓。顺告另有图谋者，精武门应战，为弘扬中华武学正气，非受威逼利诱之故，更不做设局行毒者之傀儡，望护上父老悉之。真生大友，把它贴在大门口。是，师父。我这就回报馆，立刻发稿。何玛丽，师娘想借你的笔告诉大伙，陈真沙燕受牢狱之灾，是有人利用官府，胁迫元甲逼我。师娘的主意好，这都是事实，我一定会写出来的。老人家恐怕永远失明了。娘是因为跟我着急，所以才……他不让我告诉你，说你们都没看出来。他还要亲自去现场观察，看着你答应嚣张的日本武士。现在当务之急是与阿部道馆确定比武的规则。虽说东洋武学源自中华武术，但还是有区别。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打，一定要讲在明处，而且要登报声明，这样才能做到公正。公正，好。若是一场公正的比赛，倒是开了武林之先河。金孙，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。谁呀？何玛丽，你绑他干什么呀？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。陆先生，今天的《海上新报》您没看？看了。霍元甲的声明，他居然全文刊登。何玛丽还专门写了篇报道，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针对您的。胡元甲，你快走，别管我！是老虎，你打不过他。带
在树上不要动，也不要出声。
想造反吗？师傅，你杀出一条血路来，快走！我替你断后。师爷和大伯就是被这伊斯给害死的，您绝不能落在他的手里。不光有个大逆党，还有个小逆党，一起拿下！银四，我徒弟还是个小孩子，你们把他放了，我扶绑就是。哟，这条件不错。那好啊，你先扶绑，我自会放了他。不，师傅，银四是个大恶人，你不能听他的。你快走，别管我！想跑！快跳窗走！师傅，快走！小五，小五，你说什么？我打你个小人！大友，要想比试，咱们回家，也好让师傅指点。许大友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没疯，我早怎么没看出来？你满肚子坏水，心里一套，嘴上一套。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你给我说清楚！心里比谁都清楚。许大友，不分青红皂白就跟师徒打架，好，我就替师傅好好教训你！呀！爹，娘，儿子也不想活了，儿子这就来找你们。爹，大友，大友，大友！你真的疯了？你才疯了呢！那你寻思干什么？还不是被你逼的！逼的？少装蒜！你仗着你们家里有钱，用40根金条赎出了师傅，就是为了小莲。小莲？你什么时候喜欢上小莲的？我一直就喜欢，我俩早就说好了，要一辈子在一起。不可能！小莲妹妹喜欢的是我，她每次见我都笑，笑得可甜了，她还主动帮我洗衣服呢。我呸！师娘都已经答应了我们俩的婚事，要不是你讨好了师傅，我们俩就要成亲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徐大友，
你现在就跟我回家，让小烈3头对峙，对峙就对峙。师父，我给您报仇。护黑甲。 杀他！这等阴险小人，不杀何用？霍元甲，你才是阴险小人！我当你好意教我武功，谁知道你早就设下圈套等我。明明是你暗算在先，还敢说我们设下圈套？师傅，让我杀了他！住手！杀陈真者，霍元甲敌也。我来了。 是你摔我呀！摔跤我确实不会，以拳脚之灵巧对你的教术太不公平，你我还是不比了吧。你说什么？你个打拳的看不起我摔跤的？今天我要是输了，就亲手撕了你们摔跤的裙子！呀！你不是拳脚灵巧吗？怎么不打？这是在我的精武门门前，怎么着我也得让你几招。我让你狂！师傅，承让。 用不着你扶我，师傅，让开，拿我的裙子来。壮士何须如此？我说了，输了就撕了这旗。这旗上写的是“神交”二字，意思是摔跤无人能及。你我二人比的并非摔跤，况且拳脚与跤术的规则大相径庭。 故而没有胜负之分，你又何必撕掉这面旗子呢？
阿图兄弟，这面旗子来的不易，为了一个霍元甲给撕了，岂不是可惜？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摔跤和拳脚本来不同，分不了胜负。你先退下，待老夫和他决一雌雄。那就有劳雷大侠了。走。霍元甲，你拳脚功夫果然不俗，难怪你目中无人。雷老前辈，报上的声明有误会，且听袁甲解释。雷大侠，您的武功绝非华而不实、虚而无用，少跟他理论。沪上武林的颜面全靠您了。拿刀来！雷某虽然以八卦掌闻名，今日却和你兵器相见。雷老前辈，不要听别人的挑唆，且听我解释。少啰嗦！你不拿兵器吗？那可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，吃我一刀！你还不拿兵器？前辈非比不可，非比不可！师傅，我去给您取霍家枪来。不，雷老前辈用的是刀，取刀来。是。哎，刘振生，不是说好了比划拳脚吗？怎么还动起刀枪来了？快扶我出去！师傅，宝刀在此，接刀！文家，我已攻出10刀，你为何不还手？您是前辈，晚辈礼让，理所当然。哼，果然是巧舌如花。你若是懂得江湖规矩，又怎能得出那样的声明？你今天说的再好听，雷某刀下也不会留情。怎么样了？娘。我儿子没伤着吧？住手！雷老前辈刀法不凡，袁甲甘拜下风了。霍元甲，你想用这种方法羞辱于我？雷门！袁甲，母亲大人是来给你助威的。他老人家说了，既上擂台，专心应战。霍家是武林世家，你可不能给祖上丢人呐。对，袁甲，你以1敌3，1胜2场在先，这一场只要专心比，无论胜负，你都已经升镇上海滩。好。
该出拳了吧？好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你会打南拳，略知一二，不用自家本领，竟用南拳对我，狂妄之极，欺人太甚！叶师傅承让了。你赢了。叶双星技不如人，今日就离开上海滩，回广东。叶师傅，请留步。你还要怎样？叶师傅，刚才你我同用南拳过招时，袁甲已落下风。之所以取胜，是因为我拳路突变，侥幸而已。叶师傅的南拳，鹤借虎威，虎随鹤行，出神入化。袁甲学武多年，虎鹤双形也只是听说过，今日得见，十分钦佩。希望日后能与叶师傅共同切磋武功，相互学习。哼，输了就是输了。叶某人认账。用不着你奉承。哼，叶师傅，就算是输了，你也用不着离开上海滩。你我三人同写着生死文书，谁赢他都算赢。我来了。是你摔我呀！摔跤我确实不会，以拳脚之灵巧对你的教术，太不公平。你我还是不比了吧？你说什么？你个打拳的看不起我摔跤的！今天我要是输了，就亲手撕了那面摔跤的旗子！呀！你不是拳脚灵巧吗？怎么不打？这是在我的精武门门前，怎么着我也得让你几招。我让你狂！师傅，承让。用不着你扶我。师傅，让开！拿我的裙子来！壮士何须如此？我说了，输了就撕了这旗。这旗上写的是“神交”二字，意思是摔跤无人能及。你我二人比的并非摔跤，况且拳脚与跤术的规则大相径庭，故而没有胜负之分。你又何必
撕掉这面旗子呢？阿图兄弟，这面旗子来的不易，为了一个霍元甲给撕了，岂不是可惜？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摔跤和拳脚本来不同，分不了胜负。你先退下，待老夫和他决一雌雄。那就有劳雷大侠了。走。霍元甲，你拳脚功夫果然不俗，难怪你目中无人。雷老前辈，报上的声明有误会，且听袁甲解释。雷大侠，您的武功绝非华而不实，虚而无用，少跟他理论，护上武林的颜面全靠您了。拿刀来！雷某虽然以八卦掌闻名，今日却和你兵器相见。雷老前辈，不要听别人的挑唆，且听我解释。少啰嗦！你不拿兵器吗？那可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，吃我一刀！你还不拿兵器？前辈非比不可，非比不可！师傅，我去给您取霍家枪来。不，雷老前辈用的是刀，取刀来。是。哎，刘振生，不是说好了比划拳脚吗？怎么还动起刀枪来了？快扶我出去！师傅，宝刀在此，接刀！霍元甲，我已攻出10刀，你为何不还手？您是前辈，晚辈礼让，理所当然。哼，果然是巧舌如花。你若是懂得江湖规矩，又怎能得出那样的声明？你今天说的再好听，雷某刀下也不会留情。怎么样了？娘。我儿子没伤着吧？住手！雷老前辈刀法不凡，袁甲甘拜下风了。霍元甲，你想用这种方法羞辱于我？雷门！袁甲，母亲大人是来给你助威的。他老人家说了，既上擂台，专心应战。霍家是武林世家，你可不能给祖上丢人呐！对，袁甲，你以1敌3，1胜2场在先，这一场只要专心比，无论胜负，你都已经升镇上海滩。好。
霍元甲，你手上这把刀从哪里来的？义兄遗物，已跟随我多年。大刀王五是你义兄？正是。怎么可能？你这后生晚辈，王五怎么会和你结义呢？霍元甲说的没错，戊戌年，大刀王五与金门霍元甲8拜结交，京津一带无人不知，只是大江阻隔，消息没传到上海而已。大刀王五，刀不离人，人不离刀，他已故去多年，宝刀为何没随他下葬，却在你的手里？庚子年，王五横遭不测，是霍元甲在洋人的枪口下，与京城朝阳门抢回王大侠头颅，才使得老英雄得以全尸安葬。可惜下葬时并未找到宝刀，后由王五友人相赠。元甲得刀后，便欲重新开棺，使其人刀合葬。我们劝他留刀于世，也是希望这口刀所代表着王五的浩然正气，可以长存人间。霍元甲，我问你，果真如此？正是如此。既然你做人方正，又为何在报上口出狂言呢？我刚才说过了，这里面有误会。报上的声明，并非是我撰写的原稿。别拍了，快走！拦住这个姓曹的！这里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啊！所以烦劳你这个大总编到擂台上，当着上海百姓的面，把误会说清楚。对，说清楚，说清楚。开保管的，刚才你在台上油嘴滑舌的，我看你就不是好东西。你说，你登的声明可是出自霍元甲之手？我确实是接的霍元甲的声明稿啊，只是我觉得他没把事说明白，我不过就是给他锦上添花，稍加润色了而已。说什么？稍加润色？锦上添花？锦孙，曹总编，该声明的原文，你是否还记得？我却记得。今日，众人之怒，不外乎因为《海上新报》的那份声明。但报上所登之声明，并非是我们送到报馆的那份，而是这位曹总编的篡改之作。是他写的？怎么干这种事呢？霍元甲，你的原稿是怎么写的？你说来给大家听听。好。因兹事体大，该声明的原文是我和晋孙贤弟字斟句酌而成，故记忆犹新。今日我便在这台上念给大家听，算作正式的声明。霍元甲拜沪上武林志士书，世人言江南之地，物华人杰。沪上里弄，卧虎藏龙。霍某自幼习武，后因事流落江湖，机缘巧合来到贵地，贸然开精武门于闸北，诚惶诚恐，夙夜不安，故以声明为帖，呈拜上海武林诸前辈。精武之力，非以门派自诩，实欲求强中华国民之体魄，除东亚病夫之谬论。今门霍元甲再拜。原来这么回事啊！姓曹的总编真不是个东西，篡改声明，挑拨离间，安的是什么局啊？无良文人想多卖几份报纸而已呗。姓曹的，都是你干的好事。雷老前辈啊，我也是迫不得已再改了几笔，这报馆实在是经营不下去了。改了几笔，你倒轻巧。上海武林险些血雨腥风，看老夫不宰了你！雷老前辈，请息怒。霍元甲，
姓曹的害你不浅，你怎么还替他说话？今日与上海武林诸位前辈高手拳脚相见，根源确实在这位曹总编，但他的报馆我去过，正如其所言，经营惨淡。我想，作为一报之总编，一时昏了头脑，做了错事，也在情理之中，绝非十恶不赦之辈。是，霍元甲，你真是曹某人的知己呀！住口，还狡辩！霍元甲，这种坏人绝不能轻饶他。雷老前辈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您就放过他吧。我想，他经过今日之教训，一定会痛改前非的。滚！是这么回事啊！哎呀，这霍元甲人还不错呀，人还不错呢。霍元甲，我与大道王五交情甚深，他的人品我信得过。你既然是他的结拜兄弟，你的人品我信了。多谢雷老前辈。上海武林这么多英雄，竟都听信了一个小报的胡编乱造，险些酿成大祸，惭愧呀！雷老前辈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诸位，此事容某人也有过错，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，就在这儿搭了擂台，有失礼数啊！霍叔，见谅。不敢。你初到上海就闹出了误会，正好今儿啊，来的人多，霍师傅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，借此机会尽请直言。多谢荣先生，元甲没什么要说的了。哎，别呀，你来上海开武馆，不是有很大的抱负吗？今天的机会可难得呀。诸位父老乡亲，沪上的武林同道，如今国事艰难，洋人肆虐，万民羸弱，作为武林中人，如何能激发国民习武强身之愿望，实为今日之所急。元甲以为，只要习武成为民众之习惯，身强体壮的人多了，东亚病夫的帽子自可摘除。所以，精武门希望广招愿意习武的后生，为国家之强盛、民族之未来尽微薄之力。说得好，霍大侠武功高强，我愿意跟你习武。霍元甲说的对，我送我孙子来精武门。霍元甲，不，霍大侠，我们海社新报愿意为精武门免费登1个月，1个星期广告。如此，多谢曹总编了。荣先生，今天霍元甲算是出尽了风头，其他武馆交行的生意怕是不好做了。上海滩的武林原本就群龙无首，来个霍元甲，这不挺好的吗？看来您挺器重他呀。哎呀，霍元甲是个难得的人才呀，待会儿给他送个帖子，请他到家里边来喝茶。是。
师傅，你个败家子，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码头上的活干完了没有？你也不想想，领不到工钱，咱们爷儿俩吃什么啊？师傅，今天码头有条从上海来的船，他们都在议论一件事情。哼，我让你白天专心干活，晚上专心练武啊！你一个败家子啊，长着耳朵偷听别人东谈西论的干什么？师傅，他们都在议论打擂台的事情。有个人开了个叫精武门的新帮派，连续打赢了3位武林高手，名震上海滩。去，上海哪有什么高手？还精武门，这帮派名字就不吉利，长不了。不要理他了。哎呀，饿死了。开精武门的人叫霍元甲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精武门是谁开的？霍元甲。可是从天津来的。没错，报纸上写得很清楚，金门霍元甲。精武门就有这么多人练武了啊！那是上海滩最红火的武馆，这武馆要赚很多银子吧？不要看着眼长啊，人家师傅厉害，金门霍元甲霍大侠，上海滩没对手的。哎，你看，这几个后生都是来报名的，还没报上呢，要等到晌午人家才会出来见。体格不好的，选不上的。是。师傅走，师傅走，大家走，继续。哎，1，好，2，好。哎，怎么了？娘，被我爹发现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爹是不会让你练武的，你就是不听话，惹你爹生气了吧？没生气，我也从来没说过不让东爵练武啊。是因为习武，我惹了不少祸，但我不后悔。没准等东爵长大以后，我们这个国家人人都体格强健，我可不能让东爵落于人后啊。娘，我爹让我练武，我要去练。东爵啊，现在可不行，你还小，这筋骨还没长成，还不适合练武。那要等到几岁呀？爹是从7岁开始习武的，你就等到7岁吧。啊，7岁。娘，早。娘，早。早。哎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！娘，你没睡好吧？
肯定是前来学武的弟子太多了，连内院都占上了。天还没亮就练武，一定是吵到你了吧？你爹年轻的时候也是天不亮就练武，我早就习惯了。啊，可是您的脸色可不太好。做噩梦了，连着3天，同样的梦，一闭上眼睛就被吓醒。啊，那什么梦啊？梦见我儿子在擂台上和别人比武，被准是那天在门口打擂台，把娘给吓的。兄弟，你武艺强，娘跟我都知道。可来的那几个人，他也是如狼似虎。你说他万一要是不守规矩一起上，那你不是又吃亏了吗？毕竟我们一家人来到上海滩，人生地不熟，不是？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说这一家子，娘，还有3个没长大的孩子，是4个。妹妹可又怀上了。大嫂，娘，今晚睡觉前我给您烫脚，脚烫舒服了就睡踏实了。夜里我被吓醒了，都不敢再合眼呢，怕闭上眼睛，袁家就在擂台上和别人打架，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方良。可我这眼神太不争气了，我看着看着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娘，您本来眼睛就不好，可千万不能再这样了。要是想让娘睡得安稳，除非你答应娘一桩事。您说，别说1桩，就算100桩、1000桩，儿也都应您。从今往后，你不许再上擂台，你不许再和任何人比武。娘，您放心，儿答应您。好，这回可好了，娘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哎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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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！加油！进别人家不知道叫门吗？学武得等到晌午才能报名。你是霍元甲？你谁呀？
小小年纪竟然敢直呼我师父的名讳！哦，原来是霍元甲的徒弟啊，也敢教武功骗钱，丢人现眼！你说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你是谁啊？在下霍门大弟子刘振生，敢问这位壮士，尊姓大名？无名小辈，不配知道我的姓名。你们开的武馆叫精武门，对吧？那就叫霍元甲出来，我看看他的武功到底有多精。存心来捣乱的是吧？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大友，我是大师兄，教训他，我来。我师父来上海成立精武门，为的是光大中华武学。我们不想与任何人为敌，可是有故意来捣乱的，我们不怕。那就来吧，刚好拿你活动活动筋骨，活动开了，待会儿好收拾霍元甲。狂吐猪口，看招！没见过这事儿呀，可以练过，够厉害的，记起机会打有了，看出来了。呀！这么打下去，要打到什么时候啊？嘿。师傅，有人来捣乱，大师兄跟他打起来了。元甲，啊，娘，我去看看。您放心，我不和别人比武。没事儿，你还带了帮手啊？谁啊？哪个暗器商人？站出来，我看看。输了就是输了，还找借口。让我来。师傅，怎么回事？时来捣乱。师傅，大师兄他输了。我没输，他们用暗器。哪儿？我看看。师傅，这小子不是一个人来的，有帮手。这个比刚才那个还厉害呀！照这么下去，体力就耗尽了。哎呀，待会儿怎么打霍元甲呀？
虽然与他过了招，但没看出来他使的是哪门哪派的拳法。此人学艺很杂，应该拜过很多师傅。右腿，大友，大友，切磋武功应点到即止。你输了。在下精武门霍元甲，请问阁下尊姓大名？你就是霍元甲，徒弟教的不行啊，一个不如一个。来吧，该你了。这位小兄弟，你刚才的身手我已经见过了，失敬失敬。来，请到里面喝茶。喝茶？喝茶我可不感兴趣，我是来找你打架的。我从来不和别人打架。哦，我说错了。不是打架，是比武。你开武馆的，不会不与人比武吧？海上新报我也看了，连续赢了3位武林高手，难道都是你请了戏子，故意输给你的，帮你上报纸收徒弟骗银子的吗？这位小兄弟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何故口出狂言呢？我可早就知道你了，我日夜练武功。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打死你。哦，看来这位小兄弟和霍某有夙愿了，请报上尊姓大名。我的名字可长着呢，你听清楚了。洗耳恭听。我的名字叫拳打霍元甲，脚踢精武门，这10个字好听吗？快来受死吧！哎，前辈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请恕罪。前辈。我只不过是个叫花子。我的徒弟许大友半个月前练功伤了右腿，经过医治后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若不是精通武学的前辈，又怎么能够看得出来啊？名不虚传呐，霍元甲。哎，徒弟啊，你跟他打的时候可得多当心呐。师傅，你放心吧。霍元甲，别再婆婆妈妈的，赶快过来受死！